警察震惊地发现，女人被从前后2个方向性侵，最终流血而亡。可更没想到的是，凶手竟是用烛台强奸的她。很显然，对方是一个变态。不知道双方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据法医描述，当时丈夫恰巧带着儿子回家，谁知就被人从背后偷袭了。小儿子看了一眼凶手后，拔腿就跑，直到锁紧了房间门才侥幸躲过一劫。然而面对警察的询问，小男孩竟是一言不发，明显是惊吓过度了。因此警察只好来找彻夜未归的女儿。不料她已经跟19岁男友鬼混2天了，还以为是母亲骗她回家呢。直到警察说出你妈死了，你爹抢救呢，她这才意识到出丧事了，于是便急匆匆赶来了派出所。可不成想，弟弟听到她的声音，竟飞一般逃走了。对此，黄博士解释，男孩是心理受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接着，警察就审问起了女孩。谁知夏洛特表示，父亲是一名律师，因为工作得罪了很多人，他们经常往我家里丢垃圾，在门口放火，所以凶手极可能是其中一人。杀死母亲也许是为了报复父亲。随后，治安科的同事提供了一个嫌疑人，玉田曾是父亲的委托人，不过父亲却帮他打输了官司，因此赔了一大笔钱，所以玉田经常给父亲写恐吓信，他有着重大嫌疑。紧接着，警察就找到了玉田。可玉田虽然对父亲满是痛恨，但也坚决否认杀了他妻子。警察当然不会轻易相信。然而就在要严刑拷问之际，医院突然传来了消息，父亲终于醒了过来，但他分析玉田应该不是凶手，于是警察让他回忆那天的经过。可男人虽然保住了命，但脑子仍然不是很清醒。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才震惊地想起了一些东西，立马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随后在警察的催促下，才缓缓说出当时看到女儿从走廊跑过去。这可真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难道是夏洛特杀了自己的母亲？可是夏洛特却否认那晚在家，还称父亲撒谎了，整得警察怀疑他们父女关系并不融洽。但夏洛特又否认了，于是警察又问你和母亲的关系咋样？不料他俩之间才有问题。夏洛特称母亲不仅立规矩，还一直看不上我男友。一听这话，警察立马来了兴趣。但夏洛特交代，那晚我和男友先去聚会喝醉了，然后就回他那一直睡到你们来。随后警察要他提供聚会的所有人名单，不给的话就去学校挨个打听。夏洛特这才不情愿地写了出来。而后警察对这些同学挨个进行了审问，却不料大家的口径相当的一致，竟全都否认参加过聚会。只不过很快他们就被拆穿了，不得不承认确实开了聚会。然后大家就被召集到了一起。在警察的审问下，他们终于交代那晚其实开的是药片派对，就是个人从家里偷来家长的处方药，然后扔进一个大碗里，大家想吃什么就拿什么。而夏洛特吃的是感冒药，她男友吃了睾丸酮，却嫌药劲太小就先离开了。夏洛特则是后来走的，说是回家去了，但那时他已经醉的路都没法走了。对此，警察分析，如果夏洛特吃的是感冒药，那应该不至于疯狂。不过下一秒又想起他母亲是药品销售员，家里肯定有大量药片样品，夏洛特会不会是回家后又吃药了？这个推测非常有可能。于是为了求证，警察立马又赶到了他家的地下室，果然满地都是被丢弃的药片盒子，一看就是夏洛特又回家来取药，而且这些全都是镇定药、抗精神病药之类的，吃了后肯定会严重影响精神的。Any combination of those make you violent? No question. And the more pills she popped, the more violent she'd get. 而这时技术员又有了新发现，马桶里有夏洛特的尿，通过化验就能得出她体内有什么成分，可以作为证据。但法医并未在尿液里找到 DNA， 可也分析出了成分，里面竟有麻醉剂、抗精神病和感冒药，这与夏洛特吃的相吻合，并且她体内的酒精浓度超标，当时肯定是醉得一塌糊涂，而且醉到足以攻击母亲后什么也不记得的程度。不用说，夏洛特就是凶手了。可当警察审问他时，夏洛特却坚称我那晚肯定没回家，因为如果被母亲看到我那个状态，一定会杀了我，所以我是去了男友家。警察当然认为是夏洛特喝醉断片了，于是帮他还原了那晚发生的事。但夏洛特确定我没杀妈妈，而为了让警察相信自己没失忆，他还主动说出了那晚的穿着。结果这些衣服都在男友家里，并且全部说对了。但警察还是不放夏洛特离开，因为他们找到了关键证据，就是他的鞋子，上面沾有妈妈的血。这下夏洛特彻底懵了，难道真的回国家？可他确实不记得了，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弟弟害怕他了。综合这些来看，夏洛特不承认也不行了，他痛恨自己磕嗨杀了母亲，竟一拳打碎了审讯室玻璃，试图割腕自杀。监听的大队长都被吓到了，赶紧拨打了120，却不料这件事竟惹恼了父亲，他怒斥警方含沙射影女儿，无端指控才导致他有了自杀倾向，整得警察连忙解释是药物导致夏洛特抑郁的，但父亲坚称女儿无罪，可警察又反驳不是你在家里看到她的吗？谁知父亲又不认了，竟声称脑袋受伤不记得看到谁了，并严重警告警察离我的女儿远点。随后便找到检察官要求撤销起诉，而理由就是夏洛特有精神疾病。检察官当然不想放过任何一个凶手，于是请黄博士对夏洛特进行了诊断，而通过了解得知，夏洛特和母亲经常发生争吵，并且还会相互动手。随后黄博士就把结果告诉了检察官，并判断夏洛特的失望和愤怒在药品作用下会让他起杀心，所以他有可能犯杀人罪。这下检察官放心了，终于可以打赢官司了。不料这时法医突然来了消息，竟然又有了新发现。That was Warner. She did some more tests on the urine CSU found in the brownstone. Hormone levels indicate it's from a man. Someone else is with Charlotte the night of the murder.
It must have been her boyfriend Ryan. 到底是不是只能去问小男孩了？于是紧接着警察就让儿子辨认了起来，而男孩也很快指认出了凶手，还真是姐姐的男友袭击了爸爸。既然有了关键的人证，警察立即就来抓捕男友永强了。不料永强见了掉头就跑，可警察岂会放过他，立马在后面紧追不舍，并且还兵分两路堵截。却不料泰勒首先追上了永强，和他厮霸了起来，最后将永强一拳打倒在地。可就在即将逮捕之际，意外发生了，永强居然原地立粉了，这可把泰勒吓坏了。他还不想去吃席，于是对永强进行了抢救，但却是无力回天了。这下可糟糕了，警察打死了人，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果然很快纪委闻着味就来了，将泰勒带走了，随后就展开了审查。但泰勒坚称是正常执法，并没有过度，可纪委根本不信，哐哐就是一顿狠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而泰勒仍是冷静应对，最终纪委不管3721，决定先给泰勒停职，然后等法医验完尸再下定论。结果法医发现永强的脾脏上有裂口，是内出血导致了死亡，而死亡性质是他人致死，这就是暗指泰勒是凶手了。可本森坚信泰勒不会杀人，他决定要为搭档洗刷冤屈，于是来找了夏洛特父亲，试图说服他同意审讯夏洛特，让他指认男友。而父亲一眼就看出了本森的伎俩，如果证实了永强是杀人犯的话，陪审团就不会同情他了，对泰勒的指控也会相应减轻。对此本森也坦然承认了，同时强调这是互惠互利的事，这样的话你女儿也就洗脱了嫌疑。最终父亲同意了，于是在给夏洛特注射了说实话的药剂后，黄博士对他进行了审问。随后夏洛特缓缓说出了那晚发生的事。永强先打车走了，然后我也回家去了。 When I get there, the door's open. I go inside. Ryan's coming up from the basement with the pillboxes. He runs upstairs. What do? I follow him, screaming at my mother, "Give me the good stuff or I'll kill you." My mom sees me, says she's calling the police. Ryan drags her into her bedroom. I go into my room. I'm so tired. I lie down. Then I hear my mom Doing what? screaming. I run into her bedroom. Ryan's on top of her. He's hitting her. There's so much blood. Then the screaming stops. Ryan has something shiny. He does horrible things to her. The door slams. My father and Tommy are coming upstairs. Then I hear a crash. My father's on the ground. Tommy looks so scared. I just want to help him. But he runs away. And then? I leave. Go back to Ryan. 原来这才是真相，父亲当时果然看到的就是女儿，这下终于知道夏洛特是无罪的了。可是用药物得来的证词，法庭是不会采纳的，不过足以说服检察官了，所以他决定撤销对夏洛特的指控。那接下来就是救泰勒了，但检察官也很为难。谁知这时突然有人让他赶紧打开电视，原来是路人拍摄到的现场视频上了新闻。就这样，媒体先给泰勒定了罪。可谁知当法医去安慰泰勒时，事情却出现了转机。泰勒委屈我没想伤害永强，我还抢救他来。听了这话，法医当即抓住了重点，报告中没有提你救过永强，而人工呼吸压迫胸部可能会导致他脾脏破裂。Well, look, I had to do something. He stopped breathing. Which means he was dead before you ruptured his spleen. 这时泰勒也反应了过来，永强是另有死因啊。随后法医就向他要了案情资料，看能否查出永强的真正死因。结果通过俩人的通宵熬夜，法医终于找出永强竟患有心脏病。于是第二天他便在法庭上为泰勒作证，永强有心脏病，但尸检显示他体内并没有药物成分，所以他当时没服药，这样永强就有了突然死亡的可能。而最终陪审团采纳了法医的证言，决定不起诉泰勒了。真是峰回路转又一村，终于没让人民的好警察寒了心。